今天我们来开箱是一套麦克风的组合，主麦克风就是这个 SN7B， 由它这个名字来看，就是其实是对应着或者是说模仿那个 Shure 的 SN7B 的很多直接在电脑旁录进去录音设备的一个很主流的一个麦克风，就是 SN7B TriStar 德胜就是一个牌子，一个大陆牌子德胜做的一个比较便宜价钱的版本。这是一个套装，整套装就是人民币799，包括了这个Phantom Power 就低噪换向电源，还有这个架子，两条线。这种一边是 XL2 头的，另外一边是3.5寸的头的，就可以接电脑啊，接是直接插进去照相机啊或者手机啊之类的。另外一种呢，两边都是 XL 头的呢，其实就是一边可以插麦克风，一边就可以插那种大型的专业设备，比如这种Shure的这种录音机。这条线是我跟他们附加要的，它也不用加钱，可以附加要一条钱。然后我们先看一些简单东西先吧，就是这个是那个 Pop Seal， 就是防止那个防爆音的保护膜。这是一个布置的，放在那个麦克风前面，这样。这边有一个锁紧的东西，这可以弯曲。然后这个就是很常见的一种那个伸缩架子，可以把那个麦克风拉来拉去的。打开来看，手抓型的麦克风的支架，夹在桌子上的东西。这个如果你不用它那条线，你自己穿那条线还比较麻烦。这个线已经穿在这个支架里边了。本身它有一些弹簧，这个调紧度的，这里有些弹簧。那么然后就看这个主体的麦克风吧，这个是德胜 TriStar， 这边有个保养的封装。这个就说它包装里边有个箱子，有一个防震架，有一个防风的套，还有麦克风主体。打开这个箱子，就是有一个这个携带的箱子，广播录音专用麦克风。这个是那个防震架，可以拧在那个架子上，是防风套。这个拿在手上还蛮重的。这个是高低音切屏吧，应该是这个减10dB，还有0dB， 还有减10dB。后面就是麦线的插，拿在手上还蛮重的这个东西，金属外壳。然后我们看看他要的这个 Phantom Power 低噪型换向电源，看看什么东西。就是这么个东西，就是如果你那个录音器本身电源不够的话，就用它来提供电源，一进一出。这边有个开关，然后这里有个变压器。我们一会儿把它接上试试看效果。我们现在先测试一下呢，这是我刚才拆下那个 Ezecan 的摄影机，之前呢是插在这个麦克风上面的，这个就是画面不在画面里面，大概这个麦克风上面的。现在我把它拿下来，这个是那个 SL 头的，你看这里显示是没有声音进去的，因为我把那个麦克风拔掉了。然后现在我插进去
这个新的麦克风，看这里有声音录进去了，那我就录给声音看吧，试试这个声音，测试这个声音。其实现在没用它这个Phantom Power，没有用它的 Phantom Power，这个照相机本身的这个 SL Power 已经够驱动这个麦克风了。这里测试新的麦克风，德胜 TriStar 的 SN7B， 这是在前面说，这是向了前面说，这是向了侧面说，向了侧面说，向后面说，向前面说测试效果，向侧面说测试效果，向旁边说，向前面说。负10 dB， 负10 dB 好像太小声，0 dB 正常。切少一点，切少一点的效果，切少一点，切多点的效果，切少一点，切小一点的效果。其实它可以用在这个麦克风上面哦，就可以代替这里，顶拍机也可以用。现在这个 SN7B 已经接在这个麦克风架上了，这个可以升高降低，这样的调角度这样的。然后它是经过这条线连接在脚架这条线，一直从下面走过来，连到这条线。这条线本身就是连去这台主机的 SLN 的插头上的。然后你现在看的这个，我在说话的时候，它在这边这个声音秒表是在跳的，就是已经接进去了。这个就是说它呢，不用这个也能直接连在这种专业型的相机上面。然后除了测试这个新的麦克风接进去这个专业相机之外呢，我们另外对比一下另外我手上几个麦克风，然后我们转用其他麦克风要在这个相机上做一些设定，进入选单 Audio， 往下一个，现在是 SL 的选项，那么回去用麦克风。选了这个呢，出去以后，它现在是没接麦克风的，它其实这个机子也是内建有麦克风的。所以我们现在先试试它如果是用内建麦克风的效果。现在是用这个主机的内建麦克风的录音效果，听这个声音现在比较近，其实问题可能不是太大，但我觉得可能录出来不是那么清晰，然后有些底噪，环境音有些噪音，然后现在离得稍微远一点，录这个吉他的声音。这个是它的内建麦克风的声音。然后这条线比较短，就比较难在这里用。它这里就是普通麦克风就插在这里。现在我插进去，你就看到它录不到声音了。录不声音，因为这个麦克风没开。如果把它开了，你现在开始看到它现在录到声音了。现在就是插的这个外接这个麦克风，也是这个德胜的 TriStar 的麦克风，外接麦克风的效果，现在是它的声音。现在是这个麦克风的声音，测试 TriStar 的 SGC6 的声音。然后我们也录入这个好像也要弄到0 dB， 它的声音才比较明显。现在是加到了0 dB， 应该我在那个 Sony 的6400机器上呢是要负10 dB 的，在这上面要0 dB 才能比较清楚。现在是0 dB 的效果。然后我们测试这个就是
最便宜、最多人用的这个性价比最高的这个小的 BOYA 的这个麦克风，然后现在我把它插上去，插上去的这一下就是它现在已经转用这个麦克风了。转用这个麦克风了，现在测试这个小型麦克风的声音效果。这个小型麦克风的声音效果，现在是这个 BOYA 的麦克风的声音效果 ，BOYA 麦克风的效果。现在录吉他。这个是 BIYO 麦克风的效果。好了，那么我现在先开始测试，就是这新买的这个 SN7B 的麦克风，现在直接是用这个麦克风录进这个拍摄的主机里边。现在是 1 2 3 4，这个测就是1 2 3 4，这现在是调的是0 dB， 如果我调下去负10 dB。负10 dB 就应该声音小了点，你听现在感觉是声音比较小，可能这个离得也比较远。我现在嘴大概离这个麦克风大概是20 cm 左右吧。如果现在拉近一点，负10 dB 是声音不太大一样，所以平时还是调到这个0 dB。比较好一点，这个0 dB 这里测试一下，现在是0 dB 声音最正常的情况下的效果，麦克风效果。另外，我们降低一点去录吉他的声音，和其他东西对比一下。我们把这个线拔出来，现在接的是 Epson 这种指向性麦克风，现在指向应该声音录的最好的情况。这个我之前发现它这条线好像接这种线的情况之下，它可能有一些电子的噪音，容易受干扰。这个麦克风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录进去电子干扰噪音。如果不是指向我的时候，声音就会小了；指向另外一边相反的方向啊，指向我的时候声音会比较大、比较清楚，应该就是现在。现在是指向我的情况之下，现在录的这个声音应该是比较清楚的。然后我们指向吉他，录吉他的声音。现在就试试和这个 Zoom 的 HCN 比较一下。这个东西由于不能直接比较难直接录去这个主机里边，所以我现在录的它的声卡里边。现在是用它的这个麦克风在录，这个麦是它指的它麦，然后
现在是用它的麦克风在录。现在转成麦克风的录音是这个麦克风，转成麦克风直接连着这个Zoom的 recorder 这边，然后试试声音有什么分别。现在是转在这个麦克风。现在是外接麦克风，用这个麦克风接了这个Zoom的里面在录，然后现在测试它的声音。现在是跳去用它的内置的这个2个麦克风测试录的效果。内置Zoom的 H4n 的内置麦克风，内置麦克风。好吧，我们现在总结一下为什么买这个新的麦克风呢？基本上试了1轮之后呢，就是觉得它的那个动态范围还有声音的立体感都比下面其他这些都好，基本上解决了一些其他之前拍视频还有打算我之后录一些旁白的一些基本问题。然后说说之前，其实这个主机我是用这个小麦克风录的，很多时候都是。这个小麦克风的最大问题就是说它动态范围不广，然后录出来声音也比较小。刚才那个测试一下，其实觉得甚至它比这个专业这个以 Second 的内置麦克风的效果还要差，比直接用机内麦克风它会接收的声音集中在前面一点，但是它因为是便宜的，还有它那里边没有电源。所以它的动态比较小，而且它整体感觉是没有立体感，是比较干一点。而且另外它没有上面降噪啊，除去一些低音那些功能。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这个效果还不错的就是这个，也是德胜的，就是这个 Shotgun Mic 这个主力我是接的这个 A640 上面的。基本上我如果是镜头拍前面的东西，这个麦克风是向后面对着我自己这样收音的。如果是要 walking 要拍前面的东西的话，就可能这样改成前面对前面拍。这个我加了一个 L 型的支架就可以把这个麦克风放在旁边，就不会阻挡这个荧幕，如果翻过来的时候不会阻挡这个荧幕。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很多年前买这支麦克风，其实我当时是拍鸟的时候，为了录那个鸟的声音，就是在比较远的地方的鸟的声音，它可以另外前面加另外一支就更长的效果的时候，可以录比较远的声音。但是这一支的话，如果接上主机的拍摄的话，好像立体感没有这支新买的这支强，敏感度还是可能还行吧，因为我很多年没用了。这支麦克风里边也需要装那个电池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电池的新旧有关系，就是电池电量足，它才会发挥到功能比较好。
当然那个反正就是这支还是留的在那个，比如说有支照相机我要摆的比较远，拍那个 B cam 的时候，把这支做比较远的收音，可能效果好一点。近距离还是新买这支那个立体感和有动态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其实也不太便宜，接近2000块钱。这个 Zoom 的 Recorder 其实它原本设计是适合录那个演唱会啊，或者是排演啊、合唱团啊，就是一个大环境的效果，所以它会比较容易录的那个底噪，周围的环境杂声啊比较容易录到，就是不太适合在这种室内没有隔音效果做得很好的室内来用的。这个，所以我一直虽然买了，当时其实也是配合这个一起想在野外录那个鸟的声音一起买的。之后用的情况不多，因为它接起来比较麻烦。但是现在其实有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我要把这支麦克风接到电脑里边，是需要用它这个外在电源的。但你用了外在电源之后，还需要用它这条线去用3.5头去接触电脑里边，接去苹果电脑里边，然后还不能直接接，你还要再加一个这个插头，这种分插头。因为原本3.5的这个线，这种头和这种头不一样的。总之就比较麻烦，而且这是 analog 的，就是类比化的信号。但是这个Zoom 其实可以把这个整体麦克风的东西处理成一个 USB 的讯号输入电脑里面。其实这个就代替了一种那个其他很多那种 USB 的recording interface。USB 的录音界面，所以这个东西买了，其实现在还有这个用途，就是可以变成一个 USB 的界面，直接连在电脑里面。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有其他用途的。然后，当然了，如果去外面做一些室外录音的话，这个它本身也可以做一个除了相机内部以外，做相机以外的录音，来做一个备份，还有可以做一个环境音，所以最后再混进去那个剪接里面去。整体测试后的感想，这个这个麦克风我现在主力就会作为这台顶拍的主机的麦克风，还有就是我在电脑面前录一些旁白的主力麦克风。但是它的重量比较重，所以我之后还会再考虑是否为了现在拍的这台主机再配一个轻一点的麦克风来接上，就是不用搬来搬去了。这个麦克风现在搬来搬去还是有点麻烦。